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有在对方的心里吗？台面上呢，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那么，由于这一次是使用爱情的指引卡、浪漫天使神谕卡，所以大部分来说，图像呢，可能大家都会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杨这一次呢，就刻意选择是用水晶的方式来让大家选。那最左边的第一个呢，是粉红色水晶的。好，那第二个中间的呢，是紫色的水晶，有点小。那右边第3个的是黄色的水晶。好，那这样的话，请大家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说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想要透过塔罗牌、神谕卡中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那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的第一组，那我们在验证牌地方想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来为大家抽一下验证牌的部分，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好的，这边为大家抽到了第一张。这边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话看起来呢，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在对于他来说啦，这个人他本身呢，对于说自己所想要拥有的东西，或者是对于希望自己所想要有的东西，其实他本身是有点不太敢去追求。也就是说，在对于自己心中所想的来看的话，通常来说，他会比较是说想大于做的人，所以当他在面对自己心中所渴望，或者是说自己所想要拥有的这些的事情上面的话，其实他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或者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他自己，他才会考虑说他是不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他是不是要去面对他可能说想要处理的事情呢，或者是说他才愿意去做这方面的一个争取。那这个人的话，他本身呢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思考说这件事情、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人对自己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所以看起来他过往的感情里面的话，好像还蛮容易会错过对于他来说是正确的缘分，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一个值得谈的一段感情，因为他很容易会因为他自己的不勇气，或者是说他非常害怕失去，或者是他非常害怕受伤，所以他会非常的容易让他自己一直停留在一个让他觉得是比较相对于安逸的舒适圈，或者是说他本身也不太敢会去为了一段的关系去彻底的改变他自己。所以如果说在对于感情中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本身面对于爱情来看的话，是真的还蛮保守的。然后他的生活圈的话呢，他也基本上也不太会想要去做什么样的改变。所以你们应该在这人身上有时候会感觉到他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会找到自己的乐子。就在特别针对说这个人的部分，然后这样我抽到的是这一张。好，那这句话就意味着说，这个人呢，他本身在对待于或者说面对于他的感情的话，看起来啦，杨洋会认为说，就是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这个舒适圈里，他待在这个舒适圈里面，如果说会伤害到其他人的话，或者说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的话，他宁可去伤害那一个人，那么他还是会选择对他来讲是一个
比较像是舒适或者说比较安逸的那个生活。所以呢，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个人的话，如果你是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如果本来就还在处于在上个关系里面，或者说还没办法从上一段关系走出来的话，基本上来看，他这个人一开始应该对你们是还蛮有警戒心，或者是说比较不愿意去靠近你们，或者说也不希望被你们给识破，或者说被你们给那么摸透，说他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这个人呢，有时候面对于关系里面，无论是朋友还是说感情，其实他有时候会有一点太过于自我保护，或者是说会有一点想要以自己可能所认知的最好的方式来去过他所谓的舒适的生活。那这个人通常还蛮容易会选择并不是真正适合他的生活，只是那个生活状态之下，可能会让他觉得非常的安逸，但这个安逸呢，也未必是真的是适合自己的。好，来看一下第3章。好，第3章的话，其实看起来说这个人呢，他也是还蛮常心有而余力不足，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也知道说他也必须要去动，或者是说他也是必须要去改变他自己的生活的状态，或者是说他还是必须要为了他的生活更加的努力。但是很明显的是，他这个人的话是没有办法实际上付出行动，因为其实这张牌也蛮明显，他就还是依然是站在了原地去思考着，对于他来说什么样的事情是重要的，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是他所渴望的，是他所想要的。但是也非常的明显，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或者说在面对他自己生活的事情的话，还是比较倾向于说是待在一个自己可能比较熟悉，或者是说自己所谓的一个舒适圈之中。所以呢，意味着这个人他经常还蛮容易会选择用逃避的心态去看待生活中的许多的事情。那就看你们其实对于说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在跟这人相处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方面的感觉。如果你们也觉得这个人是属于这样的人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我们可以去往下看接下来宇宙所想给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资讯。那如果说没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没有共鸣的话，那就可能会建议你们可以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是你呢有没有在对方的心里面？好，也要来为大家抽第一组，请问第一组焚金的人，他心中想那个人，请问他有没有在对方的心里面呢？好的，来看一下这张牌。好，这张牌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侍者。好，那看起来其实在对于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的话，在这段关系中，似乎看起来啦，你们过往所相处的任何所带给予他那个快乐的氛围，或者说那个快乐的感觉，你们所付出的任何的努力，或者说你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确实有符合到他在对于情感中里面他所渴望拥有，或者是说他希望可以拥有的那一段的感情，或者是说那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因为也是蛮明显，就是说对于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曾经所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所带给他的这些的感受跟感觉，他其实都一直都没有忘记，他都一直把它惦记在心里面。然后关系之中的话，现在如果说你们俩在还相处在一起，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其实看待你或者说面对你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暧昧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心里面是蛮愉快的，然后会觉得比较没有压力，然后两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呢，是非常的顺利。虽然有时候关系里面难免啦，会因为你们可能对说这段感情是有一些你自己的期待在，所以理所当然可能还是会有感受到有一些的压力的存在。但基本上对他来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会让他觉得还蛮舒服的，甚至他也是都会很期待跟你们之间相处的每一刻。所以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所付出的任何的努力，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的话，他都是有很明显的感受得到。所以呢，我今天抽到的就是圣杯
王牌。那圣杯王牌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确实这个人他对你们是有产生有爱情的感觉，或者是说是有产生喜欢的感觉。那因为如果说像这边就有2个圣杯搭配这个宫廷的样子的话，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呢，对方对于你是有一种好奇心跟冲动的感觉，他会想要去更加的了解你，或者说想要去更加的知道说究竟你对他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他也更想要去探索究竟这段感觉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跟意义，所以也会觉得说对方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把蛮多的心思，或者是说他会愿意留一点心思在你们这段关系身上，或者是说在你这个人身上，因为他就是会希望可以去更加的了解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能够去推动好你们的这段关系。所以呢，看起来呢，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讲，其实他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的人，或者说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子会带给他这么多的新鲜感，或者说会带给他这么多奇特他没有过的感觉，所以有可能意味着说，你们这个人的性格跟个性，你们一些的行为举止啊，你们的反应，或者说你们的观念来看，对他来说啦，他会觉得这段关系之中，或者说你这个人是能够带他有所成长，或者说带给他有很多的新鲜感，或者说带给他有很多的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他会还蛮喜欢跟你们之间是更加的靠近，或者是说更加的靠拢。所以呢，也是蛮明确知道说，这个人他真的目前看起来是对于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是真的抱持着一个还蛮好奇啊，或者是说还想要更加认识你。所以我们其实以现在目前出现这3张的话，蛮明显就是说，其实你在对方心里面是有一个位置的，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把你们摆得还蛮重要的。可是我们虽然讲说他对你有很多的好奇心，或者说很多的感觉，可是洋洋会觉得这种感觉更多来自于说是在于只有在意而已，还没有到说像爱情一般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或者说想跟你有更多的互动，顶多是在说想要更加的去了解你们这个人。那另外补充讯息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在问一个已经有滚过床单的朋友的话，那会建议你们还要再多观察，还不要那么快的放下一段关系，因为现在他只是在晕船，可是看起来这个人有一点快要上船的迹象。但如果说你们还没有滚过床单，只是一般的这种朋友啊，或者说那暧昧的关系的话，那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的探索，或者说还可以继续的花时间在这个人的这段关系之中，还不用。这个他其实对于你们其实真的还蛮多的好奇心啦。可是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你们你们过往的相处啊，或者说你们过往的点点滴滴，其实在他心里面也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存在。所以目前看起来对他来讲的话，他会稍微有点冲动，想要来找你们，可是他的行动力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再可以看一下下一张。需要这组的你们要给你们的讯息。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个钱币6。好，那如果说像抽到这边这组牌的话呢，也是有在他心里面，不过他有时候好像还是蛮介意，或者是说他有时候是真的也蛮关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又或者是说，他会去观察，或者说会去想一下，两人之间在付出上面是不是有平等的？所以有时候他难免啦，会用一种比较像是考验你的心态，或者说他有时候会故意放一些，就是说在跟你们相处之间的过程里面呢，他蛮向往两人之间是。我抛出球，那你就要负责去接住，或是你抛出球，他就会努力的去接住。所以他这个人本身目前是还蛮喜欢跟你们之间是有所互动，或者是说还蛮喜欢跟你们之间是有可以更多的往来。所以因此呢，也是蛮明显知道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还蛮有机会的，或者是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段关系他还是蛮愿意继续的经营下去。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再多给对方一点的资讯跟讯息，让对方他可以更加有勇气
去面对你们。但是你们要留意，就是跟这之间相处的话，两人付出必须要去同等对待，因为他蛮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你们要去观察他付出了什么。那如果你没办法做相同事情的话，那对方是不是他的态度上面或是他的表情上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人看起来他也不太去藏住他的心思，他的心思通常来说会把他比较表现在脸上，比较会让没办法，应该说会让人容易蛮猜得透啦。我这边抽的是恶魔，所以其实这个人他现在目前看起来啦，是真的没有办法离开你，或者是说他看起来呢是还蛮喜欢你们，喜欢跟你们相处。那特别如果说是滚床单的朋友的话，那确实对方现在是有晕船的状况。那如果说还没有滚床单的朋友的话，就表示其实对方对于你们的这个外表，或者说你们本身所散发出来的这个魅力，他是很在意，然后也很在乎，也是受到你的吸引力。所以其实看起来的话，你们对这个人来说是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字面的吸引力。那以他来说的话，似乎也可以，杨可以感觉到说，他会觉得你们俩之间真的还蛮有缘分呢。来看一下第二章的补充的讯息还有什么。好，我们这边抽的是宝剑6。好，那如果说是在宝剑6的部分的话呢，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有他一些过去的伤痛跟伤痕，他是没有让你们知道，可是他可能最近会讲出来。那如果说他没有讲出来的话，表示你们还有一点空间需要去做努力。其实他现在为什么会这么的在意？可能在一段关系之中，两人之间必须要有付出同等的对待。看起来是因为他可能在过往的感情里面，应该是除了被背叛之外，那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结果却分手了，或者说却没有结果了，或者是关系里面就没有往下一步走，所以曾经那个人有消耗过他的青春，或者说有消耗掉他这个人的生活跟人生，所以让他现在其实看待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其实会有一点比较严谨一点，但是至少你们在他心里面的话，是站在一个能够去疗愈他，能够去帮助得到他，并且他蛮希望跟你们俩之间是有个更多的未来的方向的资讯。那少部分的人话表示，最近对方可能还蛮希望跟你们可以一趟旅行，或在旅行上可能比如说一天去吃个饭啊，或者说可能可以一起去逛街，不一定说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就是他蛮希望跟你们之间是有个更深一层的互动。那这个人看起来，他似乎现在对你们呢，他会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会觉得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话，不仅能够疗愈他自己，甚至他会找到有一种莫名的很安定的感觉。虽然没有到安心的程度，但至少他待在你们身边，他会觉得自己是有被这个世界给照顾到，或者是说自己是有被这个世界给疗愈到的。所以呢，也是蛮明显知道说，这个人他是真的还蛮在意着你们的。好，我们来看到下一章，来。这样我们一起来阅读哈。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5。好，钱币5的话，其实意味着说，你们这段关系呢，为什么它有时候会呈现在一个考虑的阶段，或者是说，为什么它也是没有办法马上的下一个决定，没有办法马上的一定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对他来说，一段关系是一定要经过漫长的认识，或者是说漫长的交流，然后必须要透过一些事件，才能知道说这段关系对彼此双方来说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看起来这个人呢，他本身在看待爱情的这个部分的话，他不是一个会就是会随便选择啦，他会希望说一段感情真的决定好之后，那就是那样子做决定了，他就不希望有做任何其他的变动。但如果说真的有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动的状况之下的话，他或许会认为这个是看待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值得继续深交，是不是值得再继续多认识彼此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对他来说，这段关系其实还算是有待考验。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会认为，两人之间在相处过程里面的那个想法上，比较细致的部分是没有符合到，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摩擦可能是来自于关系里面最细致的那个内容。杨先喝个水。好，不好意思。好，那这句话其实就意味着说，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对方可能接下来他会用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去看待你们之间的相处的过程，但至少对他来讲的话，会觉得现在是只有你陪在他身边，他会觉得还蛮安心的。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呢，你们目前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留校察看的阶段，但是并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你们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都没有，纯粹是他自己个性的内心之中，他现在进入到一个可能比较龟毛啊，或者是说进入到一个比较彷徨的阶段，所以呢，他才会觉得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需要花更多的精神精力来去重新思考这段关系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那其实他这个人本身目前对于他来说，他会确实蛮希望这段关系是有一个明确的进展，或者是说会有一个明显的进度，是可以两之间有明显更多的互动。只是在关系上的承诺来看的话，可能真的还需要花一点时间让他去思考一下。所以呢，洋洋会觉得其实现在目前抽到这组的你们呢，还不用那么快的下定论，因为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确实是一个还蛮具有吸引力的人，然后他也是蛮愿意继续跟你们有交流下去，或者是说认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虽然听到这边最后面的话，会觉得好像有点没有机会了，但是你们也千万不要想太多。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恋人牌，有没有？恋人牌就意味着说，对方他确实是真的有非常的考虑，想要跟你们在一起，想要跟你们交往。可是就是因为他过往的感情的关系之中，让他觉得非常的痛苦，或者说让他觉得是有一些事情是他不得不去解决、去面对。所以现在他可能内心里面，他想要拥有爱情，但是他不敢把爱情放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位。现在他可能会把他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他自己的观念想法里面，他现在人生中所发生的这些混乱的时期的话的这个事情，会成为他现在心中现在最想要去解决，或者是说他觉得必须要急迫急切的去处理的这个部分。所以会蛮希望说选到这组你们可以再给对方一点时间，因为都出现了这么多美好的讯息，所以是蛮明显知道说你们确实是有在对方的心里面，那个位置很重要，但是目前程度呢是真的只有在一个在意啊，或者是好奇这种感觉。如果说真的要到给你们关系上的承诺的话，如同这一张权杖9，他还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考虑，以及我们刚抽到的钱币5，他觉得这段关系呢是还需要再去花更多的时间去重新的审视跟思考这段关系是不是值得可以受到现实中的考验，或者是说磨练。那么看一下对方他在想要给予你们这段关系，想要对你们说什么样的话，我们来分别抽。好，首先洋帮你们抽到了，像抽到第一张，第二张给我你的爱。好，所以看起来蛮明显，这个人呢，他就是透过日常生活中，或者是说透过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他想要去更加的感觉到说，你们是真的很爱他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愿不愿意为了他等待他，或者是说为他付出更多，或者是你们会愿意把他的
心思考量在你们的脑海里面，或者是说你们愿意站在他的角度去为他思考，可能他现在所碰到的这些事情跟状况，所以呢，他也会蛮希望说你们是可以能够给他你们的爱，然后让他能够愿意去相信你们这一段关系其实是让他觉得非常的有保障的，或者说能够让他找到一个他所能够相信的一个人。那他说想见你，想见你的话就蛮明确，就知道说对方他真的是蛮看重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如果说你们最近可能过一段时间终于要见面了，或者是说你们终于要去见到彼此了，无论你们是有固定时间还是没有固定的时间，那你们就是要珍惜你们相处的每一刻，然后珍惜呢跟对方相处的每一个时光，因为对方其实他对宇宙投射，或者是说向宇宙许愿的话，宇宙呢都有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讯息，都希望说是能够见到你的，然后希望可以把你带进他的生命里，或者说他的生活之中。我不想失去你，所以不知道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是不是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已经有人有吵架了，或者是说可能对这段关系，因为对方他一直以来的行为跟举动，让你们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有点把你们当成备胎，或者是说一直把你们比较没有顾虑到你们心情，或者说他可能常常会出尔反尔讲没有做到答应的事情，让你们会觉得非常的失望。那就会建议你们说，千万记得不要那么的那么严重的去看待他的这些行为，因为其实他可能比较不知道说该如何去表达他的爱，或者是说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他在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思念跟想法，所以看起来这个人他已经有感受得到，他好像快要失去你们了，或者说你们快要从他身边溜走了，所以他就会很担心。所以其实他现在因为察觉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常常会想要对宇宙说，或者对你说，他真的是不想要失去你。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心思真的很多都是在你们身上诶，所以会蛮建议你们说，也不要那么轻易的去离开这个人，不然会觉得还蛮可惜的。我想继续前进。我想继续前进的话呢，这边通常会指两种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表示说他在面对说他现在生活中的困顿跟困境，他会想要继续用就是继续往前行啦，就是他会蛮希望自己接下来的这段他的人生里面，不要因为受到生活中的其他的事情的压力，或者是说其他事情的影响，导致于说让他整个人萎靡不振。所以意味着这个人他是真的蛮看重他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还蛮希望他的人生是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呢，现在他来看的话呢，他还是会希望呢，他的人生是可以，应该说他可以为他的人生做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任。他对你们还蛮有爱，所以呢，他还是会希望说可以继续跟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接下来，就算你可能有点不太想理他，或者是说你可能稍微有一点跟他保持距离的话，他还是会想要主动的跟你们靠拢，主动的跟你们靠近，还是会想要主动的继续跟你们会有更多的互动。所以呢，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还是会依然的呢，想要继续的往下走，不希望就这样子那么简单的离开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偷偷关注你，所以很明显，就说这个人，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有用一些通讯软体在聊天，或者是说你们就有用社群软体有在互动的话，那这个人他其实还蛮常会去关注你们的动态，或者是说还蛮常会去想要知道说你们的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想要去多了解你们，想要去多踏入你们的生活圈。所以呢，他对于你们的关心，其实他有的时候是还蛮不愿意，或者说也不想要让你们知道他到底对你们是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看起来这个人他对你们应该是有在偷偷的关注着你们。对，说他偷偷关注，然后偷偷的观察，然后默默的打分数，默默的去思考，究竟你们这段关系，你这个人对他来讲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来看一下下一张的字卡。
我不能爱你。好，那这句话呢，很讽刺，刚好放在恋人牌的旁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对方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有他的考量，他有他的一些过往的伤痛，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他觉得比较难以去跨越的事情，所以他会认为他是没有办法用在一个最就是那个词汇好像有点忘记了。好，他就是没办法用在一个最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份爱，因为他会认为还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重新的思考，或者是说需要花时间呢去验证到底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给你们补充的塔罗牌的讯息是什么。如果说是以这上面的字卡来看的话，钱币七，钱币七的话呢，意味着说，如果这个人他目前的工作状态真的不太好的话，意味着说他会希望可以给予你们在关系中一个承诺，或者是说可以希望他可以先把自己给顾好，把他自己生活的工作状况给稳定之后，他才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再慢慢的靠拢。所以也可以意味着，其实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里面来看的话呢，他比较目前倾向于的就是对于这段关系来看，他会希望双方之间的财务状况必须要稳定，工作状况要稳定，或者是两之间的生活的步调必须要相同，两之间必须要有固定的时间，可能可以见面，可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一个互动之下，他才会想要继续待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才要继续给你们这段关系一个更深层的承诺，所以他也会很害怕说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动，或者是说明显的不同跟改变。那如果说一旦让他发现到说，这段关系里面是真的有不一样的话，其实他可以马上的及时止损，或者是在他还没有完全去投入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感情的话，如果说你真的离开了，他也可以去说服他自己说，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爱他，或者是说，其实你本身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也没有那么认真。那他可以用这些的理由跟方式去说服他自己，然后让他自己是可以不用那么的伤心，就是他会找个理由跟出口，让他才不会那么的痛苦。好，那抽到下一张是女帝。女帝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呢，就是对于他来讲的话，你们是蛮可以带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全感，甚至他在你们身上是可以有一种被照顾、被呵护，或者是被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一直都不愿意呢？也是因为你们太好了，然后他会觉得他自己可能会有点配不上你们，或者是说他也会蛮担心你之后会不会遇到一个比我更优秀的人，那你就会去跟那个人在一起，或者说你可能有一天就会去嫌弃我。所以意味着呢，这个人他本身现在呢，此时此刻本来就是真的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的有自信心啦，会还蛮需要你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安抚到他的心情，或者是说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照顾到他的状态。看起来其实对方他真的是蛮在意着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也是真的还蛮希望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个更多的互动，只是他目前是真的人生里面应该是真有碰到一些的情况跟方向。那女帝牌另外一个普遍的含义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也很有可能有受到了年长女性的长辈的影响，例如说上司是女性也可以算，或者是说她的母亲啊，或者是她的阿姨呀，又或者是她的奶奶之类的，就是要跟女性有相关的人事情，就会去影响到这一段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呢，也会成为是他，就是说那件事情的话，也是成为他一直很犹豫、很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啦。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权杖骑士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一个人他对你真的是有很多的心意，或者是说
他也是真的还蛮喜欢你们，很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所以才出现这一张权杖骑士。因为觉得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的话呢，他是可以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可以从你们身上找到有一种很安定、很安心的感觉。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当他发现到说这段关系可能真的要结束了，或者是这段关系陷入一个低潮期的话，他就会很主动的想要去联系你们，或者说很主动的想要去维系好你们的这段关系。但千万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话，就已经有表现出来了，他不是那种会到最后面，或者说突然之间就这样子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人的性格。他对于说感情的话，他会蛮明确的知道说，如果说我想去把握好这段关系的话，那么我想要进一步，或者是说我想要去试试看，但前提之下就是他确实在面对说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他需要思考。那可是当他觉得真的要失去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想要去互动了。所以平常里面虽然之间互动上面好像蛮有机会，可是如果说他还在思考的这段期间，或者是他还在评估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他顶多就是跟你们互动上面会稍微有点暧昧，但如果说真的要走到承诺的部分，他还是会有一些他在现实中的一个考量。好，我们来看一下，就在抽到这张神谕卡，究竟要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资讯？疗愈家庭课题，原谅父母，你的爱情生活也会受益。好，那这句话就蛮明显，其实他目前的状况的话呢，为什么会让他这么的如此焦虑，或者是说会让他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他就算再怎么有好感，或者是说他再怎么想要靠近你们，又或者是他再怎么样希望关系之中是有一个蛮明确的进展跟进度，可是因为他过往的家庭课题里面造成他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这个伤害的话，其实有点慢慢的去影响到，应该说已经完全影响，因为通常来看这支影片都大部分来说都会是已经高中以上吧。对啊，我知道有的人是在知道说有的人是在高中还在看这支影片啦。那如果说你就是说只要是高中以上的人看到这支影片的话呢，就意味着说他现在呢，他必须要去把他原本家庭的这个状况去调理好，去面对好，他才有办法去好好的看待你们这段关系。那如果说是高中以下的人的话，这个算偏少数，但是还稍微讲一下，就是他现在目前他的家庭课题里面是正在发生，你可能要再给对方一点时间，让他能够去好好处理这件事情。那当然家庭课题的话，通常了要去面对去解决，真的也没有那么快，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要给对方一点时间。那如果说是比较不好的人的话，他现在就也当然一定还是在这个家庭的就是说家庭的那种比较不好低迷的状况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应该说塔罗牌要给你们补充的讯息是什么。好，这边看到的是这个，突然间忘记它叫什么国王吗？啊，皇帝，对不起。好，皇帝牌的话，其实果然是一样啦，就是皇帝牌。皇帝牌呢，就表示说，其实他这个人本身也不太敢去，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身边人分享他现在所碰到这些问题跟状况，所以也是你们能够去看到这支影片的。洋会认为，或许也是宇宙，或者是说你们的祖先，或者是你们的信仰宗教，他们就是有引导着你们，就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些讯息，所以呢才会让你们看到洋目前所拍摄这支影片。所以呢，目前这个人的话，可能会蛮建议你们，可以多站在这个人角度去思考，或者是说可以多为了这个人做一点生活中不同的改变。那对方他这么的没有办法给予你们这段关系一个稳定的承诺的话，也会希望说你们不要太过于去责怪这个人，或者说也不要太过于认为对方就是不好，因为这个人其他现在的情形的话是在一个他自己也没办法掌控的一个情形之下。那如果说你们真的确定他就是没有个家庭的课题的话，就表示他现在心里面就是有一些伤痛，需要等你们带领着他走出来。所以其实也蛮明显这样说，这个人他本身应该也算是蛮顾家，或者是说蛮爱宅在家里，或者是他这个人通常也都是住在家里，就是他
本身也不太会离家里远。他离家里远的话呢，抽到这组牌的人，这个人应该就是应该说1个月至少会回家1-2次，就是那个回家频率，对于说住在外地的人来看的话的那个频率是还蛮高的。但大部分人来说，这个人他本身呢，就是不太会去离开他的家里，也就是说，他的家里所带给他这些困扰跟难题，他就算想要去解决，或者说想要去逃避，其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宇宙都会逼着他去解决的那些状况，所以也可能导致说，让他可能在性格上面多少现在会有点孤僻的情况，或者说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相处的原因就在这了，因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受到了他的家庭课题一个很严重的影响，然后他又不太去表达，所以呢，这段关系里面对他来讲虽然很有意义，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蛮享受跟你们之间相处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时刻，但如果说当真的身边是有事情找上他，或者说真的是有事情去影响到他，可能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对于这段关系的决定的话，或是认知，或者是感受，或者是打算，其实这些东西他有感受到你明显的态度，他通常是蛮开心的。那他也希望说，他可以给予你们一个还不错的回馈，希望呢可以从你们身上也可以去让他明白到说，原来也是有人喜欢我，或者是原来我喜欢的人也是喜欢我。那其实这是一个蛮让人觉得蛮值得开心的事情。只是有时候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这个人如果说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来看的话，通常会建议你们必须要是主动的那一个，主动关心他，主动问他可能会哪里需要帮助。那一开始这个人可能会否决你，可是如果你们多问几次，后面他就会能够感觉到你们的用心。那这个多问几次呢，并不是要叫你们3餐问候，而是当他拒绝你之后，你可能可以过一阵子说，那你上次的状况还好吗？还有没有需要我可以帮助你的？就是用这种迂回的询问的方式，不要那种直接问他，因为直接问他，其实状况来说会有点太过于突兀，或者说会有点太过于唐突，会让他感受到，或者说会让他觉得，其实这段关系来看，可能就会变成是原本比较不适合他的这个想法，所以会蛮恭喜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确实有明显的在对方心里面。对方也想跟你们交往，可是他就是现在有他要必须去面对这个人生中的课题，跟他所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会没有办法专一的去面对你们，或者说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们这段关系明确的承诺。好，那这句话会蛮恭喜你们了。所以呢，以上呢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你们可以早日的交往在一起。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来看到说，在验证牌的地方，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来为大家抽牌。好，这边的话，洋洋呢已经为大家抽到了。这边的话，我为你们抽到的是皇帝。好，那看起来你心中所想这个人的话，他本身呢，应该是真的还蛮爱面子的，或者是说他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蛮需要有人主动去关心他，或者是看到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要能够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其实这个人他心中里面呢，是真的还蛮缺爱，或者说是真的渴望有一个是可以让人依赖的这个对象。那当然皇帝牌也不能说一定是指对方是男生，也可以是指女生。只是如果说是在指女生的话，意味着说这个人他的心思你可能会猜不透，或者说你容易呢会感觉到他可能在对于说很多事情上面的话，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己见，就算是一个新时代的好女性。所以呢，在你们这段关系，无论说是对方是男是女，那这个人他在看待感情的对象的话，他通常可能都会观察一阵子，然后有时候他也是会想要去操控这段关系的进度，或者是说这段关系的发展。那这个人的话，他本身
在对于爱情的部分的话，也是属于那种喜欢去狩猎的人，他反而是不喜欢被当猎物的那一个。如果说他被当成猎物的话，你们俩之间就是必须要经常着保持在一个比较没有太多，应该说联络的频率不能太高，因为如果说天天联络，这个对他来讲可能会造成一个蛮大的压力，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一段关系会觉得太不舒服了。所以这个人如果他能够一直跟那个联系的话，通常来说都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那比较不会发生感情上的事情啦，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说他是不是其他有，就是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然后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个宝剑王牌。好，宝剑王牌的话，也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应该说在他这个人的话，还蛮愿意是能够去吸收新的知识，或者是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他在对说他自己的生活的方向的话，他会想要去更加的了解。也就是说，当他面对他的人生有新的东西进来到他的生命里的时候，其实他表面上刚开始应该会是有一种拒绝的，可是当时随着时间久之后，或者说在他慢慢的观察之后，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可能是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符合社会的趋势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要去多涉猎，或者说想要去多了解，想要多去研究看看别人大家都一直很喜欢的这样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他也应该要去试试看的。所以这个人因为他有点爱面子，所以呢，当他遇到他觉得是跟他原本观念上是有冲突的事情上，他确实刚开始会真的比较排斥，或者是说态度上面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太舒服。可是只要大家身边都这么做，或者说只要身边两三个，或是他最好的朋友有人也都这么做，或者说这么想的话，他就会受到影响，那么他就会选择愿意去试试看。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个人的话，他是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只是比较需要身边的人去推波助澜，或者是说会容易被身边人给受影响。然后再来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的话，就等同于说，这个人当他在面对于感情的时候，他特别容易会想的比较多，然后当他想的比较多的时候，等到他觉得可能已经是能够往前冲了，或者说终于他已经准备完全之后，他才会去执行，可能去追求对方啊，或者说想去跟跟那个人，然后来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或者说来去多跟那个联络。所以其实纵观上来看说，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的话，他个性上面蛮闷骚的。可是他在面对说自己可能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的话，比如说会议啊，或者说一些在工作上的事情，他还是会想要努力或者尽心尽力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说让自己可以在那个职场上面发光发热。只有说这个人难免啦，遇到真正紧急的状况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比较胆小懦弱的情形，会需要有人一直去帮助他，或者是说一直去鼓舞他，一直去鼓励他，他可能才会有比较多的勇气，能够愿意去尝试看看。所以这个人他真的蛮需要有人可以陪在他身边，但是他基本上对任何人都不会说出来。所以意味着说，这个人他面对感情，或者说面对说他个人的话，他的偶像包袱是真的还蛮重的。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有符合到你们心中所想这个人，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是很有共鸣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麻烦你们再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他的心里呢？好的，洋洋已经为大家抽到牌了。在选到这一张的话，洋洋必须说，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原本关系很好，然后现在关系突然变不好的话，那么不得不说，你其实已经慢慢的从对方的心里面淡忘掉了。那对方心里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但是说你们关系上面原本还不错，然后面关系变不好的话，那你们其实在对方心里面会算是渐渐开始会变得有位置。也就是说，原本关系是好的，
后面变不好。通常会是指交往，或是说是指高度暧昧中的人，后面变不好的话，其实你现在比较没有在对方心里面，因为他有点算说想要去重新的清理他心里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的想法，或者说对你们这段关系的感觉。但洋洋会觉得还是要看更多的讯息啦，这只是一个从这张牌中洋洋所感觉到，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目前呢，他想要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去找到理出一个思绪出来，他想要明确知道说究竟这段关系对自己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好，等一下我们来抽辅助牌来确认一下。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五。好，宝剑五的话，如果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如果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啦，其实对方说真的还蛮会想起你们这段关系，可是他都想起一些不好的。如果说你们都还是有持续的在联络啊，表示意味着说，最近两个人之间沟通或者说想法上面应该是会有一些的摩擦，没有冲突，是两个人之间的摩擦。这个摩擦是两个人之间有发现到说，对于这件事情上的观点，两个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想法其实是不在同一个频率上。所以就会变成说，关系里面的话，会让对方去重新思考，究竟这段关系对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好，看第二张好了。第二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二。好，钱币的话就意味着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不得不说，现在他其实是已经有点在考虑，就是他是不是要把他的心思再继续放在你们身上，还是说他要花时间，就是忘掉你们，或者说离开你们的这段关系，然后让他自己去能够把他的精神专注放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身上。洋洋会觉得不一定是指另外一个人，这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比喻啦。有可能是指说他身边忙的事情呢，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其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或者说他可能生活中有其他正在要忙的事，决定，那可能他就会把他心思放在那个地方上，比较不会像是跟人有关，那比较少部分会跟人有关，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有出现一张宝剑五。就可能对他来说，他必须要在两个人之间选择其中一个，这是因为这两张牌搭配在一起，并不是钱币的本身就是有这个含义，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说你们知道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对象的话，那么就表示他现在就是因为他的生活里面，他要努力的去面对，或者说他这样努力的去执行。没关系，洋洋先来为大家再抽一张补充牌好，因为洋洋会觉得应该你们还是心里面有一点疙瘩啦。对啊，我们来看一下选到这一组的人，对方有其他对象考虑的对象吗？恭喜你们，真的不用想太多哈。好，那因为他就抽到是宝剑四，宝剑四就等同于说，就对方他其实现在心里面，他真的只有他自己现在生活中必须要忙的事情，或者是说他蛮想要找到他内在心里面的一个平静。也就是说，他可能一直因为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这个步调，他觉得有点让他可能太匆促、太急促，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的舒服，或者是并不是他心中所渴望的，所以因此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并不会是他现在心里面最想要去把握的，他反而会想要重新的去思考说，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跟存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的补充牌。对，另外下一张的第二张牌。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张。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钱币七，它可能印的有点不太清楚。好，钱币七的话就等同于说，在关系他还是不会那么快的要去做决定，那只是他现在会比较把心思呢放在他的个人的工作事业或者是他的财务上面。除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真的有跟钱牵扯在一起，
那么他可能还是会愿意多花一点心思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所以其实这个人跟你们相处，基本上会比较偏向于是现实主义者，或者是说比较偏向于是利益上的导向。但也并不是说他一定是想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样的金钱，只是因为你们还是有一些在跟钱往来的关系，所以他还是会蛮看重跟重视。那他只是希望说两之间的相处可以尽量保持着和谐，所以要看说你们这个金钱相关的关系的话，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业务跟顾客，或者说有的人可能是债主啊这种之类的。对，那不同的关系，他可能就会用不同方式去处理。处理方就只说他的主动性到底会有多少，看起来是偏少了。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钱币4，钱币4就等同于说，其实对他来讲的话，看待你们这段关系，他目前真的就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姿态，或者是说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状态，他没有那么急切急迫的说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或者说跟你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其实更多来看是说，他是比较注重他目前的一个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跟方式，还有他的工作，就是他会找对他来说是能够静下心来的东西。那很明显，就这个人，他平常其实对待你们的时候，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比较像是冷暴力，或者是说会让你们感觉蛮受伤跟蛮受挫的，就是因为可能他会说他可能最近工作在忙，或者是说他身边有其他的事情，所以他比较没有办法把他的心思放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但久而久之，你就会对于这段关系会抱持很多的质疑，或者是说会有很多的忧虑的感觉。那这忧虑的感觉的话呢，面对说这段关系，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好脸色，或者是你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然后这个人他又好像也没有任何的作为，那你就会觉得更加愤怒，说到底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或者说对这段关系他是就打算就这样子停下来了。对，所以不得不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对方心里面呢？洋洋会认为，其实看到现在啦，更多来看是一种习惯跟失望。所以你要说有没有，其实有，但是就不会是偏向于说那种感情般的存在。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皇帝，你看，同样皇帝又出现了，就是他这个人跟他现在看待你这段关系的话，表示说你们应该是有踩到他的底线，或者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就是没有符合到他想要的那个程度，所以现在他会比较像是说起来，或者说他就会想要先以他自己的生活的重心为主，或者是说他会先把他的事情，那他的专注力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通常这个人跟他相处的话，你们可能不能跟他来个硬碰硬，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的。那如果说你们真的一直都使用就是说用摆低姿态的方式跟他相处，但是还是想走到这个地步的话，就表示你的姿态有点摆太低了，然后他也是有点不太珍惜你们。就是他这个人，如果当有人对自己特别好的时候，他也是不太会去珍惜，他必须要先经历过他觉得有完全失去过的一段美好甜蜜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回来的话，他才会懂得去珍惜。看一下下一张的牌。下一张牌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吊人。好，那吊人就意味着说，很明显呢，对方他其实看待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他现在还没有想要太多，他就是会比较是专注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那有一部分的人，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是可能已经有想要有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说你正在等待对方给你们的答复跟答案的话，可能这个答案后面会不是你们所要的。
然后这个答案可能会等的还蛮久，就你们真的已经告白，然后再等对方答案的人的话。那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告白，也还没有说一定要等对方答案，你们现在就只是很努力的专注在这段关系，然后希望可以从这段关系里面找到一个有没有属于专属你们的位置。那对于他来看的话呢，他还没有给你们这个位置，更多看起来就像是他还在等待，还在去就是思考这段关系到底对他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再帮他抽补充牌。补充牌我这边有抽到是恋人。好，大家不要觉得看到恋人就很开心，因为毕竟他本身配的是吊人牌，所以就等同于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他所想要的爱情是被祝福的，或者是说两人之间是相互依偎，两人之间是相互依赖，两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秘密，然后两人之间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个共同的期待。所以我们从前面的牌呢，很明显的就是其实你们有点没有符合到对方所想要的，所以他才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去决定说，究竟这段关系对他来讲是不是真的要选择你，还是说他要选择去放下。所以他现在呈现在一个蛮犹豫不决的这个状况。然后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同性，然后对方是异性，你们喜欢就是看你们是属于喜欢哪一边的，然后你们是属于哪一种角色的话，这段关系暂时不会有结果，就是会呈现出保留在现在这个状态。会建议你们可能要再想一下。对，你们看下一张，看让人多么的伤心，你们又再抽到吊人，那这边就也很明显说，其实这段关系真的会停的还蛮久的，也不会得到那么快有答案。洋洋会认为今年可能比较难呢，没关系，我洋来帮大家抽时间卡，算是给这一组你们的一个加码，因为毕竟你们应该还蛮想知道，因为毕竟都出现恋人牌了嘛，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多么大家都想希望可以抽到的，对不对？洋来帮大家抽，请问他们关系选到第二组的人，他们关系中改善进一步改善的这个机会在什么时候？更加贴近彼此，关系良好，有暧昧的这个机会是在多久之后呢？好，这个是3天，但洋觉得应该不可能那么的快。看来3天会比较像是说，它上面讲的，你们会有可能认识新的人、新的对象，那可能就会让你们呢，对于说爱情的关系跟想法的话，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体悟。所以看起来宇宙也是觉得你们真的在这段关系真的还蛮辛苦的，那就是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所以这边抽另外一张是1年。好。有的人会觉得，洋看到有人在下面留言过说，为什么洋不敢在这边就是镜头前抽牌？包含现在洋刚刚讲不是说要1年吗？现在刚好抽1年，洋不得不说，洋的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小，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在你面前抽牌。对，就想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那信的人，洋就是你们就相信，不相信的人没关系，你们就决定你们要继续往下看。就你依照你们个人自己，所以只是把抽到的牌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就是刚提到的，即将带来新的邂逅，比较像是你们会认识新的人，那是宇宙他安排你们这一段新的缘分来到你们的身边，他想要让你们脱离苦海。然后你们这段关系确实你们也放不下，因为看起来
你们真的花很多时间陪伴这个人，那你们陪伴这个人之后呢，你们又没办法得到任何的结果跟回报，所以你们其实选到这一组，你们应该对于这段关系，你们其实在等待一个完全让你们愿意去放下的这个契机。那有的人如果说没这么想要，就意味着说你们在等待你们没有耐心的那个时候。那看起来是1年过后，至少要1年。从你们现在看到这支影片，无论这支影片是什么时候拍的，那从你从看到这影片的这个日期，你就看一下你现在的手表是几月几号，或者看手机现在是几月几号。从你看到这支影片的1年内，你就会知道这段关系你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那其实依照牌面上看起来是你就是必须要离开，你就会知道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就是必须要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说即将带来新的邂逅，对方会不会是你的良缘？我们不能讲正缘啊，因为洋洋觉得应该不会是正缘，但顶多就是良缘。良缘的意思呢，就表示这段关系是有一个发展机会。那至少这个人他不会是伤害你的垃圾人，对，就不会是烂桃花。那他就是一个好的桃花。但是好的桃花要把它变成正缘的话，通常会需要蛮漫长的时间，除非你们现在可能已经到适婚的年龄，或者是说你们本身的面对于感情的话，你们可能最近看你们的信仰、你们的宗教，他们有和你说最近会有个新的缘分，那你又刚好抽到这个，那就恭喜你，你就是现在遇到就会是正缘。所以基本上洋洋对说选到这组的你们，还是会是属于在一个良缘的状况。那我们看一下洋洋就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接下来关系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是正缘呢？好，那一样，我们就让大家选。这是第1张，好，这是第2张，好，那就让大家选说，你们可以想一下，想着我想把那张牌拿出来好了，这个，好，给大家选一下，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让你们选择最有感觉的一张，你就问说，请问我下个碰到的对象是正缘吗？好，那大家选好了哈，那杨就从左边开始好了。要有决断力。好，如果说在对于要有决断力的话，表示你的这一段的良缘需要靠双方之间共同的努力，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去决定，或者是说也不是由你的宗教去决定说这段关系是不是一个良缘，是不是一个正缘。就是接下来我们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说让你感觉到这段关系之中是你觉得有未来的，然后对方也刚好跟你告白，然后俩之间心意刚好相通的话，你一定要答应，你不能就再拖下去。如果说你再拖下去，这个正缘就会跑掉。所以你们明白了吗？那如果说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呢，都会让你们感觉到比较有点怀疑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对这人感觉好像也还好，你没有到特别喜欢他，或是你也没有觉得有一点想要交往的欲望，那么这个人他跟你告白的时候，那就表示意味着对方就一定不会是你的良缘，因为你自己就很犹豫了，那你就是要拒绝，就表示他就不会是你的良缘，就会是一个烂桃花之类的。对啊，就看你们个人自己。好，看到就是在这里，向天使请求，向天使请求的话，洋洋会认为。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你的不会是你的正缘，因为你的正缘的话呢，可能就不会是你之后所碰到这个，有可能是指感受一下，宇宙的讯息，月老仙君的讯息，
白鹤仙童的讯息。好，那选到这组的你们呢？如果说你们交过的，你们如果说有确认过关系，有到3任，刚好3任的人的话，下个遇到的你喜欢的，你有感觉那个人就会是你的正缘。那如果说你们交往过的前任是这2件都有确定关系的话，是有数字有落在5、6、7这3个数量的话，那就你的下个的有感觉的人就会是你的正缘。那如果说是有超过8个人以上，8不算哦，8个人以上的话，那你的正缘的话，大概你还要再碰到4个人，第4个人第4个有让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话，那个就会是你的正缘。就是8个人以上的话，第4个。我们不管你个人的年纪，我们就只管说你到底有确认过几任。那如果说你到现在呢都没有任何确认的这个对象的话，你应该还要经历感情中的伤痛，至少还要让你觉得痛4次，对，不是多少人哦，是你要再痛4次，要遇到4次让你觉得痛彻心扉的人的然后遇到第5个人就会是你的人了，对，就是你必须前面要痛过4次，第5个出现的你有感觉的那个人就会是你的正缘。这是一个蛮特别的讯息，就让大家做参考。就是洋洋突然说感受到天使的讯息，那就见仁见智啦，对啊，所以就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毕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我不知道杨是这句话是这样讲。好，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们抽到的这一张的神谕卡，它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婚礼的话，洋洋会认为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一直都很渴望跟你们现在心中所想的人想要组织家庭，或者说想要有一个明确关系上的一个永久的承诺。永久就比如说像是下半辈子啊，或者说从你认识他的那个时刻，或者你喜欢上的那个时刻到之后，到你人生结束为止，你都希望都可以跟他在一起。或者说你们可能真的有参加过什么样的婚礼的场合，或者说有知道身边的人有结婚了，那你们本身呢在对于感情有很多的向往跟憧憬。那在这里就是有的人好像也是蛮渴望一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一定要共同组织一个家庭，就是在特别尊重婚礼这个讯息。那就是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浪漫天使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有缘分这件事，因为你们确实今生就是会有个缘分，会有属于你们的正缘。但是看起来啦，你们好像蛮容易会让你们的正缘从你们身边溜掉，就是你们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去把握住属于你们的正缘。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要给大家什么样的补充的讯息。钱币骑士，好，那么刚刚突然收到手机的通知，就是容量已经额满了。好，因为杨这手机呢是 10S Max， 所以杨还在等 iPhone 15赶快上市，然后就会赶快买一支新的手机。因为上次录相机的话，就突然就是记忆卡错误，所以杨也不敢再用相机录影了。好，那我们继续，就是关于你们的钱币，其实就意味着说，属于你们的正缘，或者说属于你们的比较好的那个缘分，有正缘这个机会跟你们真正正缘的话，会需要很漫长时间去经营，或者是说是真的还蛮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让你们关系可以更加的贴近，或者是说让你们的关系是能够有那个所谓爱情的根基跟基础。所以当还没有缘分在你们身边的时候，其实天使他想要透过塔罗牌告诉你们说，先把你们的专注力放在你们自己的身上。其实你们做得到，你们也是蛮享受你们个人的时光，只是当
一个你们所熟悉的感情突然从你们身边抽离了，或者说你们所熟悉的人就这样子离开了你们，其实你们心里面也很挣扎，也跟着不好受。但事实上，你们的这段关系来说，对于你来讲，你就是因为真的跟他相处有点太久，所以你才会一直放不下他。然后两人之间的个性也是因为有点太相近了，或者是说你会感觉到两人之间就好像相处起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你才会一直沉浸在一个好像他很适合你，你不能没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对你来说，你自己也很明白，这段关系以目前来看的话，暂时是不会有结果。你们只是在等着别人给你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让你们可以去放下。那有的人可能现在只是来听听，你们应该也是有点听不进去，但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抽到这张牌就代表说，时间会给你们答案，时间会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当时间到了之后，你们会感觉到迷惘了，你就会觉得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但当发生那个时候，宇宙想告诉你们，千万不要那么的轻易放弃你们自己，因为看起来就是当这段关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动荡的时候，那你们就会完全失去自我，你就会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然后你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蛮失败的，是没有人要的，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上面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些的错误，或者说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可能就在考试上就蛮容易呢，就会失去了你们应该要表现的那个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还蛮可惜的。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千万记得，当你们在面对说属于自己的感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明确的告诉自己，你要把你自己摆在感情的第一位，把你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对方他不管对你表现出什么样的样子，不论是你喜欢样子，还是说他希望被别人帮助的样子，因为你们就是太好心了。那你们就是一直会有点都离不开这个，但实际上你们还是有办法的啦。所以千万记得，你们要把你们需求摆在第一位。那要记得，不会背叛你的只有你握在手上中的金钱，不会就是说不会主动离开你的。那除非你是被诈骗，或者你就去把它花掉，那但就是另当别论。那基本上呢，因为掌握在手中的金钱，只要你都不放开手，它就只会在你手中。但是人不会，人是有思想，是有感觉，所以当人觉得怎么样的时候，就会想要做点改变。因为人不可能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是你们一样，对啊，所以你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这边又再次抽到是骑士，那这边画抽到是圣杯骑士。所以你们本身呢是还蛮有魅力的，洋洋不能说你们有自信，而是说你们所散发出来的给人的感觉是具有魅力，是会让人想去靠近你们。那当别人靠近你们的这个部分，也不一定说一定是指感情，有可能是你身边的好朋友，或者说你身边所熟悉认识的人。那当他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或者说面对说你们之间认识这个互动中，那如果有产生还不错的共鸣，或者说产生不错的化学效应的话呢，那确实关系里面就会有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跟机会。所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千万记得，你们一定要把你们自己需求摆在第一位，然后看起来啦，你们自己本身也是蛮愿意去认识新的人，不一定要去接受，而是你们本身在对说情感的这部分，你们应该也蛮清楚知道你们个人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以及你们也在面对感情，你们其实还蛮渴望双方之间是有平等的互动，或者是说双方之间是能够有那种相互的回应，你们也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当做那种在唱独角戏一样。对，所以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认真思考，我们
要叫你们清醒，应该是没办法，因为其实这边也没有说你们是昏昏沉沉在这段关系，只是因为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的话是一个习惯的存在，所以你们才会觉得好像跟他是很合拍的，但实际上对你们真正来说，你们是蛮清楚知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你们是本身是属于喜欢去爱对方、喜欢付出的那一种人，所以当一段关系里面让你们找不到对方渴望被你爱的这个感觉你经常蛮容易会觉得挺失落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就会认为，这段关系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可以发展的这个空间？好，那没关系，那我们来为大家抽个字卡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就是你来问占卜的这个人，看大众影片的你心中想的那个对象，那个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看有没有狠心的话了，没有啦，但是看说对方到底有没有什么心里的话都不敢让你讲不敢讲出来，然后让你知道。我骗了你。所以，会建议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对方骗了你们什么。好，洋洋知道你们应该也想知道到底骗了什么，没关系，洋立马帮你们抽补充的塔罗牌，他到底骗了你们什么？死神，同样的牌我们再次抽到了，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分几个，看能够讲出几个。第一个，他其实他忘不掉前任；第二个，他确实有劈腿；第三个，他确实想要分手；第四个，他确实有背着你偷吃；第五个，他忘不掉感情的伤痛，但想要走出来。这些的话是他没有让你知道心中的秘密啦，并不是让他骗了你。就是你们可以想一下，到底这个心中秘密对他来讲，他到底曾经对你们讲出什么话？就所谓我骗了你。那基本上这个人他就希望说可以清理他个人的能量，然后可以去把他自己的状态是可以调整好，因为对他来说，一段关系看起来，他其实刚开始就是他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不自觉想要展现出那个最完美的那个样子，但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完美嘛，他一定就是会讲出一些骗人的话，然后或者是说会有一个糖衣的包装，那就会这样去对待你们。那第二张话抽到的是这个忽冷忽热，所以蛮明显，就是其实这个人他会用这种逃避的方式来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说他就会想着，也没有想着，因为应该是说他本身面对说我们这段关系的话，他确实有点算是刻意的拉开距离，然后他又不会急着说想要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所以你们这段关系看起来的话，对方也算是无意间啦，算是有意的。可能他这种个性本来就面对说感情的部分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去诚实面对说他自己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九，所以与其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到底有多在乎你，他其实更加的是在乎他自己。所以当他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他就会把他一个人内在里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那当他觉得他内在的情感需求是没有被受到重视，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依赖跟依靠，或者说没有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满足的感觉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要让这段关系保持距离，那他可能就会去无意间的啦，或者说也不是讲无意间，他就是会去掉入一个桃花的陷阱里面，或者是说会掉入在一个
情感的漩涡之中，或者是会掉入在一个回忆的痛苦里。对，所以洋洋会认为你们可能在看待这段关系，你们要重新去思考一下说，对方到底曾经他跟你们说什么，然后那件事情你们其实本来你们是很在意的，然后基本上你们很在意的那个事情的话，他是说谎的，因为他知道你们是没办法接受，所以现在你们听到这边的大众占卜的讯息的话，你们应该心里就要有个底了，可以去想一下。那你们要说有办法去找到这个证据跟答案的话，如果说透过这一次的占卜，不得不说，洋洋所感应到是你们会找不到那个证据，反而透过时间，你们会逐渐的知道对方的行为，其实会有一点跟他所说的有落差，那个就是唯一的证据而已。可是那也不能算证据，那应该只是说算是一个佐证而已啦，就是说你个人的猜测。所以你问他跟他讲，他不会承认，他一样就是装死，不然就是他就会当做没有这件事情，就是不会去搭理你，或就是会去指责你说怎么会不去相信他这个部分。但实际上他只是因为他不敢说，他也没有那个勇气说出来，甚至有的人是他觉得他也不需要说，他也不需要承认。就尤其是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都还没有确定的话，那就蛮明显，对他来讲就是没有意义啊。所以你要说你到底有没有在他心里面，俨然会觉得，如果说是以纵观以上的占卜的内容里面，其实真正来说，如果要问爱情的话，是一定没有。更多的比较看起来就是习惯啊，或者是说两之间相处的回忆，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放下。又或者是两之间的互动上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再做调整，所以他也不太会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这里。那这一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在这次验证牌地方，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好，那也来为大家抽牌，请问第3组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好的，杨这边为大家抽到是圣杯6。好，那这话意味着说，其实你心中所想那个人的话呢，他本身所带给人的感觉会蛮容易让别人想要去亲近他，或者是说希望可以更加的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本身会带给人非常多的温暖。当有朋友需要他帮忙协助的时候，他就会有想办法要去帮助这个人，他有点算是会愿意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那他在面对于感情的时候，他也是会蛮重视对方的心情跟感觉，所以他这个人有时候难免啦，他会忘记他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说他自己喜欢什么，只是为了要去迁就。就是迁就别人，或是说迁就他自己嘛，就是他会把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需求，把它摆到最后，会以别人的需求跟别人的感觉为主。所以这一个人，当他在面对说他身边的人际关系的话，其实大家给予他的评价，通常来说都会算是蛮不错的，都会认为这个人是真的还蛮好相处，然后会还蛮希望呢是可以多靠近这个人。所以也蛮明显知道说，这个人其实身边人对他的喜欢的程度的话，是真的还蛮高。然后他如果说他这个人呢，特别其实蛮容易会在人际关系里面会有很大的困扰，或者是会有这些的困难，因为
他把他自己塑造太好了，也是因为他不喜欢人际关系中是有任何的冲突跟争吵，所以当碰到问题的时候，他首先会难过，然后用逃避的心态。那等到时间过之后，他可能才会去做，他可能才会去面对，或者是就看后面会演变成如何，那他才会去看看说自己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跟改变。好，我们这边抽到第2张钱币侍者。那这边的话呢，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也是很向往一个稳定的生活的步调。应该是说，当他在面对于自己的工作的话，他其实也是蛮用心的，然后他也是不太愿意希望说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跟模式一直改变。这个人他在面对于他自己的生活的话，他蛮不希望有就是说不希望突如其来的事情去让他要去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只是当如果说真的被环境逼得不得已，他必须要去改变他自己的话，基本上他还是蛮愿意的。只是如果说在可以选择的状况之下的话，他其实不太愿意去做改变，他还是会比较停留，或者说比较希望可以待在让他觉得是舒适圈的地方。所以蛮明显，就是选到这组的你们心中所想那个人，他的个性的话，应该可能会比较偏向土象星座的状态，就是他的星盘里面可能土象星座的特质会比较强烈一点。圣杯2，你这个人其实他蛮重视大家之间的感觉，所以看起来呢，就是就是土象跟水象的这种的特质会比较多。那土象呢，就是摩羯、处女跟金牛。那水象的话就是巨蟹、双鱼跟天蝎。所以这个人他真的蛮重视在双方之间的那种情感中的氛围感，或者是说能不能把自己让对方感受到他的真心。这个情感中的氛围感的话，有时候并不是指爱情，有时候也可能是指友情，就是说他蛮希望大家都是可以好来好去，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然后双方之间一起做改变。只是如果说他真的遇到人际关系的冲突的时候，他因为一直都让自己保持在一个比较天真烂漫的，或者说他都把很多事情都看得有点太就是说不会去把他看得太严重，或者是说比较不会去看到事情的问题的核心，所以他就真的还蛮容易为了别人然后去牺牲他自己。可是当他最重要的人去忘记他的好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就会出现，然后他可能就会出现愤世嫉俗，又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埋怨对方，就会开始想去拉开关系中的这个距离。所以看起来心中所想这个人，其实他的心中的感觉，或者说他的情感是真的蛮丰富，也是真的蛮丰沛的。好，那如果说验证牌呢有符合到你心中所想的人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质，或者是说他的星盘里面是让你们觉得有符合到这样的一个星座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符合的话呢，可能就要麻烦你们选择其他的牌组咯。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那请问选到第3组的人，你们有没有在对方的心里面呢？好，就这一张了。我们这边抽到是，你看又是圣杯6，有没有好特别哦？这个人他真的把你们看得蛮重要，然后刚刚他的特质，所以依照他的特质来看的话，他是真的把你们放在他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然后跟你们相处，他是
蛮能够很放心的去做他觉得他想要去做的事，或者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他会愿意把他的信任感给你，然后他也会愿意把他的时间给你，就是他会希望说两人之间的关系的相处啊，是可以再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说可以变得更亲近。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话，我们不能一定只说是一定是爱情，有可能是他在面对于友情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补充牌的讯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的话，如果说在这边的意思，就意味着说，不得不说，对方应该对你们真的还蛮有好感的，然后会还蛮希望跟你们有一个更多的互动，希望由他来去主导着你们这段关系，又或者是由他来去照顾着你们。那他这个人本身就是蛮看重双方之间的感觉，或者是说双方之间的互动，所以在你们彼此之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就是会一直去考量到你们的心情，或者是说你们有哪些地方他可以帮助你们，又或者是这段感情的话，他可以怎么做，然后才有办法去把握住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难免有时候你会觉得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他的态度上面怎么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比较不好控制？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在我们关系里面，他就是一个控制者，他怎么可能想要被你给控制呢？对不对？圣杯五，圣杯五的话，意味着在关系中里面，他一直以来，就是说一直以来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他有的时候会找不到方向，然后他还蛮常为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很烦恼的。可是如果说出现圣杯五的话，就会比较偏向感觉，对方应该是把你，就是有一部分人，对方是把你当成非常要好的朋友，不想把你当成恋人。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方把你当成恋人，但他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呢，他是找不到一个他自己的定位。所以洋洋可能要帮大家再抽个牌看一下，对方到底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对方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没有回报的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或化学作用，继续这段关系，看起来啦会比较偏向朋友的感觉。没关系，洋洋再帮大家再抽，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可能会有希望。好，洋洋来帮大家抽一下。好，临时拿了，这算是一个给这组的讯息的加码，因为洋洋都跟你们一样，很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有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许愿，拜托。请问月老星君、宇宙、天姻联合、姻缘联合相关，请问这一组的人，对方对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好，要来抽咯。好，我们要来抽牌咯。来，我们一起来看好吧。它的卡比较小，所以可以放在镜头前。洋洋的，好，就这里了，就这一张。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张到底是什么。梅花二。那梅花二的话，蛮明显，就是其实对方对你们现在他更多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偏向于说像是朋友的那种的感觉，或者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对方曾经已经有跟你们讲过说他真的是把你们当成朋友的话，那其实以目前来看呢，他确实就是真的只把你们当朋友，可是你们对他来说又很重要，他
把你们当成是一个非常棒的朋友，所以如果你们这段关系他其实也不太真的想要去断掉，他还是会想要让这段关系是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有的时候他心里面让他觉得很难过的原因是在于两个人之间在对说这段关系的走向跟发展是比较没有共识的。那如果说你真的非常确定你们这段关系是属于比较有爱情间的关系的话，就表示你们这段关系过往呢是有发生一些的冲突。那这个冲突这个问题的症结点，他觉得以现况来看的话，是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者是说他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他现在心里面其实真的还蛮挣扎的。我来看一下第2章的讯息，你有没有在对方的心里面呢？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四。宝剑四的话，不得不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对他来说，当关系里面两之间的冲突存在了，或者说两之间可能在关系中的想法不太一样了，他就会态度上面会让你们感觉到会有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或者是他正在思考着他要如何去说服你们愿意跟他一起选择用他的方式去看待你们的这段关系。所以呢，很明显看起来最近你们应该会感觉到这个人会有一点难以去联系得到他，或者说他最近回话态度上面会让你们觉得还蛮冷淡的。因为他最近就在思考这段关系该怎么经营才会对彼此之间会是最好的方式。钱币皇后，所以蛮明显就是其实对方他会有点刻意的想要让这段关系保持在一个双方之间都有共同点，或者是说都会固定时间见面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好。那关系中的进展，或应该说爱情关系中的进展的话，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去跟你们之间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对，然后他可能会说他工作很忙，他的生活很忙，那他的家人需要他去照顾，或者是他可能又要加班等等之类的。他有一些他的很忙是假的。那当他真的他可能编不出谎言的时候，他这个人就会选择消失，然后等到他那个闲的时间结束之后，那可能出现在你们面前，就告诉你们说，哦，我可能在忙什么，或是他就会跳过你的问题。那就是蛮明显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有一点算是跟人之间拉开距离的这样的情形。好，我们这边又再一次抽到一样的牌，宝剑四，有没有？所以当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要让他去做一个抉择，或者是说你们真的希望他可以给你们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的话，除非你们也愿意接受跟他当朋友，那不然其实他也不太会想要去戳破，或者是说去突然之间改变你们这段关系，因为对他来说，他蛮不希望失去你们的。可是他不想失去你们的这个原因的根基点是在于说，这个人他本来就比较重感情，然后也是会把双方之间的感情会看得很重要。就是说他把你当成是一个朋友的位置，然后他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的话，两之间其实算是说相处上面蛮融洽，然后他也很难得可以找到像你一个是这么了解他，或者是说愿意这么包容他，又或者是愿意这么为他付出的人。那很有可能当初你们的动机就是希望跟他在一起，可是他当时他并没有这方面的感觉，他也没有往这方面想，是等到你们可能有明确的动作，或者说你们一直不断的持续的付出，或是你们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博取对方在对说这段关系的一个信任感，那你们这段关系
对你们来说，应该说对他来讲的话，他就觉得有点有压力，所以他就会他还蛮长啦，会去花时间思考说，应该要如何去面对你们，或者是说应该要如何让这段关系是可以往个比较偏向于朋友的方向去走。所以你们才会一直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因为对方的态度就是让你们感觉到暧昧不清、暧昧不明，或者是好像有机会，可是当每次真的面前摆在你机会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他又亲手摧毁掉，所以你们心里面会经常感觉到有一种挣扎，你到底要不要相信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我们抄另外一张钱币9，所以钱币9呢？对，是钱币国王啊，对，钱币国王，钱币国王在这边就等同于说，其实你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想要继续的好好的经营下去，或者说还是会继续的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往个比较长远长久的方向去走，但是面对说这段关系的主动性的话，它仍然会是偏低的。除非你们之间是真的有一些在工作上的关系，或者说事业上的关系、钱财的关系，那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原因主动来找你讲话。可是他来找你讲话的话，只是单纯不希望关系变得很尴尬啦，还是会希望说两个人之间是可以朝着一个他所期望的方向去前进，或者是说朝着他觉得那样的情感可能才是最和谐的。所以看起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会比较没有机会。对，因为这个人似乎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看起来他蛮不重，就是他只把你当成好朋友，这个状态比较多。看一下补充牌。我们这边又抽到了，看有没有钱币3。钱币3呢，就是你们俩之间相处的回忆的点点滴滴，一起互相共同努力的那个目标，或者是说两个之间都一直朝着彼此双方都想要前进的那个方向。他还是会希望说这段情谊是不要那么轻易的散开。那最后期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同事之间的关系的话，或者说事业上啊、钱财上的关系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他更加的会希望关系里面，不要那么容易的出现裂痕，因为他蛮重视团队之间的合作，或者是说职场间的一个氛围。然后如果说你们是撇除掉这种跟钱财啊、事业上有相关的内容的话，这个人他很喜欢跟你相处，然后跟你相处里面，他是可以感受到他是被你需要的，或者说你是需要他的，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在谈话内容里面呢是蛮和谐的，是可以互相依赖着彼此，互相可以帮助着彼此，所以对方对你的感觉呢蛮明显的啦，你是有在他心里面，但更多看起来的话会比较偏向于说是朋友的角色居多，但那朋友是属于在好妈吉自由的这个情况。然后今天抽到的是圣杯2，所以呢，他其实还蛮希望两人之间是无话不谈。那在日常这样子慢慢的相处过程里面，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会蛮希望两个人之间是可以关系走得更长远。那确实在关系里面有存在着暧昧的氛围跟感觉，他自己本身是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气场，但他还是不会想要去做任何的动作，或者是说他还是会选择两人之间就是维持在现况这样的现状就好，他不会想要轻易的去做任何的改变。所以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算说他有没有在你们心里面，我们并没有说这个人你们跟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在一起的结果，所以大家也不要太
走心，因为看起来这组的你们缘分其实还蛮深的，并没有就是对对方来说啦，他还是会蛮希望说这段关系是可以继续的相处下去，或者是可以有机会呢，两件事保持在一个长久的联系的关系的状态。那也来给大家抽2张牌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那么我们就给大家来个加码好了，就是说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究竟这段关系，你们跟这个人之间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性？这算是给你们这一组的加码。请问选到第3组的人，他跟他心中所想那个人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在一起？有没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好，这边的话有2张，那洋洋给大家10秒钟时间，让大家选择最有感觉的一张，只能选1张哦，这不能选2张，就是1张。好，那大家选好哈。好，那因为刚刚第2组洋洋是以左边嘛，那如果第3组的话，现在洋洋呢就以右边。我们就来看看答案，反正一拍2瞪眼，那有可能都没有，有可能都有，所以就看宇宙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现在看到这里，妥协。那答案呢，很明显，大家应该就是知道了，就是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其实会没有在一起的这个机会。会蛮，就是说，其实你们继续坚持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受伤，你们没有办法成为对方心里面那个最重要，或者是说想要在一起的那个人。那宇宙会建议你们说，就是天使想要建议你们说，在这段关系之中，其实因为对方把你们看的也是很重要，所以会建议你们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可以慢慢的去放下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这段的缘分，然后跟这人就当好朋友，因为这个人他目前呢，他也是把你们看的还蛮重要的。你看，您前面抽到那么多的钱币，然后又抽到圣杯，所以很明显，就是这个人对你是真的有很真诚的情感，然后是也很希望关系里面2件事可以相处的，在比较和谐的这个状态。所以，因为其实塔罗牌是以目前现况当下来看啦，那就给你们当做参考看看。我们现在看一下左边，如果说左边答案也看左边答案如何，再看说我们要不要抽建议。我们来看一下左边，不，那不的话，在这边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段关系呢后面会走到一个断联的结果，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其实2个人之间是真的完全没有机会。妥协是是还有机会当朋友，但是不的话，就是如果说你一直不断的坚持，或者说你继续待在对方身边，总有一天对方其实会离开你们，或者是说你们跟这人之间其实就会失去了完全的联系。所以反而看起来左边的话会通常比较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建议好，我们来抽个补充的塔罗牌的讯息。好，请宇宙给予选到这2组牌的人的讯息，建议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他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妥协的人的话，先为大家抽2张，这是第1张，然后这是第2张。我们现在看妥协。
妥协的话，我们这边看到哇，又是钱币国王、圣杯十，所以其实会真的蛮建议你们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就是尽可能啦，两个人之间就是当朋友就好了，然后你就是可以继续享受对方对你的好，但是关系里面你们也尽可能的不要付出太多。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不属于你们应该要去付出的东西，因为其实这边虽然呢，在圣杯十看起来是刚一男一女，然后跟一个家庭，可是因为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妥协，就意味着说，你跟这个人其实真的有缘分，然后两个人之间的缘分的话，看起来更多就像是偏向于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状态，然后你们也不要离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日后会给你们一个很大的帮助。现在是看不出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很明显就知道说，两人之间的生活圈尽可能的不要分得那么的开，然后尽可能的可以跟对方继续保持着联系跟联络，关系也不要那么容易的说散就散，说断就断。关系里面中还蛮需要更多的互动，就是保持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热度，或者是说保持在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程度上。来看一下不的人，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哦，好的，然后再抽一张。好，钱币四，好，审判，洋洋不，好啦，洋洋不得不说，其实建议你们就是啊，你们要以你们自己为主，以你们自己为重。那之后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会建议你们也不要真的再付出了不属于你们的东西。那你们如果说真的很想要去离开这个人的话，选到不这组牌组的你们，他会蛮建议你们说，可能可以等过一阵子再去彻底结束掉。过一阵子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现在的这段关系的缘分还没有完全断掉。如果说在一段关系在还没有办法完全断掉的情况下就这样断了，那之后所带给你的痛苦其实会加倍。所以其实宇宙会建议你说，这段关系是可以继续保持着，但是在随着时间下去之后，建议你们可以主动放弃。但如果说你们主动不了，就是你们没办法主动放弃的话，那么宇宙会帮你们一把，让你们愿意去离开，或者说想办法让你们就是从这段关系去抽离。所以蛮明显讯就是，这组的不的你们啊，对方是真的对你们这段关系看起来真的没有机会。所以还是就看看你们自己要怎么去做选择。好，看一下这个电流，所以蛮明显，就说对于他来说，彼此双方之间的这个感情来看，他是蛮重视你们，然后或者说他对你们真的还蛮有感觉的啦，所以会认为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两人之间是真的存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或者是说两个人是，不能说很适合，不要说是磁场真的非常的接近。那洋洋也会认为，其实，就是他身上啦，应该是有你喜欢的特质，就跟你一直来所交往过或者说喜欢过的人，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那对方他看待你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他就会莫名的产生这种熟悉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有没有补充讯息要给这一组的你们。好，我们这边抽的是圣杯九。圣杯九呢，就是会希望说，当你们对这段关系有感觉的时候，那
你们一样可以去享受对方对你们的好。但如果说当对方他不搭理你了，或者是他可能也对你保持一点距离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懂得收回来。你要让你们自己懂得找到你们自己所想要人生中的方向，或者是说懂得去找到让你们觉得是对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就是认真的去做，或者是去就是说你要为了你们这段关系能够持续的保持下去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自主权拿回来。你不能总是因为想到这个人的心情就受了那么大的影响。虽然在爱情里面呢，大家都一定会这样子，可是这组的你们这么想的这个情况之下，又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一个关爱，或者说没办法得到对方的在乎，那洋洋相信你们应该也是觉得蛮累的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塔牌。塔牌意味着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如果说两个之间都非常有感觉的时候，都是在一瞬间，或者说就只有那个一下下而已，就是它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才会让你们有时候会一开始你们可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探索，或者说你们会花很多时间让自己去做确认，究竟他对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对你们来说，其实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们因为有点太过于害怕失去了，或者是说这段关系你们有不小心把它看得比你们自己本身还重要，所以塔罗牌想告诉你说，坚持在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上面，基本上所带给你们的结果都是不太好的，或者是说都会让你们感觉到蛮伤心、蛮难过。对，所以如果说你们真的没办法忘记得掉对方，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说在一个两之间都一直长期相处状况之下，要突然之间对他没有感觉，这样子跟他相处也不太可能。那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让自己稍微放假一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里面都不要跟他有所联络，无论他怎么找你们，那你们就是尽可能的先努力把你们的心思放回到你们个人的身上，然后尝试看看，找到自己的重量在哪里，或者是说找到什么事情对你们来说是能够，去努力的，然后可以让你们感觉到很有满足的感觉。好啦，因为不得不说，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对方对于你们真的也没有太多明确的一个讯息出现。我们再给这组另外一个加码好，因为杨看了也蛮难过的。对方他什么样的原因没办法接受选到这组的人呢？他们的感情。好，第一章，不知道怎么让你开心。这边看起来的话，好像就是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会有的时候会让他觉得蛮迷惘的，不仅不知道怎么让你开心，甚至他有时候会觉得怎么会突然间就让你吵架，可能会让你就是觉得很不爽。他有时候可能也不太清楚，比较没办法掌握到你的情绪。那当他没办法掌握到你们情绪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会蛮容易没有安全感。那当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其实看待关系就会容易用一种比较负面的态度。钱币2。所以呢，对于他来说，他希望每件事情都是可以做到尽善尽美，或者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可以，都可以跟他们好来好去啦。对，所以关系里面呢，难免他个人不仅重视
你这边的人际关系，他也重视别人那边的人际关系，然后他也是蛮希望，只要是一个友善的关系，或者是说一个良善的关系，他都会希望两个人之间是可以走向一个比较，让人感觉到说蛮正面的一个人那个相处的方式。我后悔了，我后悔了。看起来是他可能对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开始逐渐的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对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看一下，好，洋洋这边为大家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宝剑国王就意味着说，其实他会后悔，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用错了方法，但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他的方向是不会变，但他中间的方法可能是用错，他可能有点觉得自己太粗暴了，或者是说自己比较没有办法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为了你多做点什么，所以其实对他个人来说，其实他心里面难免会觉得有一点过意不去。但是当他又想到他不喜欢你这件事情的话，然后就是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点很多互动，那么对他来说，这个会是一个还蛮大的压力，或者是会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看起来这个人他的想法蛮丰富的，他都是想一些比较实际面的东西。喜欢惊喜，喜欢惊喜的话，可能就表示说这个人他蛮希望他的日常生活里面是可以有许多的不一样的互动啊，或者是说是很喜欢宇宙所给予他馈赠的礼物，例如说像是可能让他认识了某一个人啊，或者是说可能让他在工作职场上突然之间崭露头角，或者是让他有机会去面试等等之类的。看下补充的讯息。女帝的话，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在一起，然后再抽一张好了，希望不要啦，因为这边看起来就是他身边应该有一个他觉得蛮不错的对象，然后先帮大家确认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一个人，他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好，这边让大家一样来选好了，好不好？好，这边呢有2张，让大家选，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好，选择好了吗？那羊这边的话呢，就从左边咯。这边的话，我抽到的是黑桃2。黑桃2的话，就意味着说他在对于说那份关系的话，他还在犹豫，然后他还在想说，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是适合那一段关系，或者是说对方的那些举动的话，是不是真的有让他感觉到是符合他的，或者是说是那个人是有符合到他所想要的那个条件、那个对象，所以他还在犹豫，但是他还没有下决定。梅花5，梅花5就意味着说，他跟那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看起来是比较偏向于是朋友，然后例如说像是红粉知己啊，或者是说，那一个人可能跟他的关系有可能是前任，或者是两个之间相处的话，原本可能有好感，然后后面就变成是朋友了，然后看起来啦是对方不要。然后你这个人他就也觉得没办法，就只能接受，所以他其实对他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对象，他会有一点心生不满的状况。
好，那这句话其实会希望说你们不要一直执着。你看羊肉为你们抽这么多了，当然决定看你们啦。如果说这段关系你们觉得就像洋洋这么讲，你们还是会觉得关系是有机会的话，那你们一样是可以继续坚持在关系里面。但如果说你们还是希望可以赶快清醒的话，那此时此刻这支影片就已经给你们答案了，那就等你们主动的去实施去实行。那这句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